绝世唐门55集，本体宗突袭明德堂，霍雨浩钻入地底，发现一个大秘密：极北3大天王之首雪帝登场。上集说到，霍雨浩被命运之眼的酥麻预感所惊动，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让他迅速躲避，翻滚至实验桌下，同时释放出冰皇护体，准备随时激发红尘庇佑。4声巨响在基地内爆发，爆炸的威力掀起毁灭性的冲击波，所以学员在毫无防备中遭受重创，上百名魂导师瞬间气化，实验桌被撕碎，金属碎片化作致命的狂潮。霍雨浩虽处于边缘，但冲击波仍旧将他推出10余米。魂导师们的生存能力在这一刻得到展现，触发式的魂导防护罩减轻了爆炸的破坏，尽管重伤者众多，但死亡人数得以控制。爆炸过后，黑衣人从地底钻出，迅速展开攻击。他们的实力之强，让霍雨浩意识到这是本体宗的突袭。霍雨浩在桌下躲避，精神探测全开，观察着外部的混乱。明德堂的反击随即展开，魂导器探出，释放出紫光攻击。本体宗的强者虽试图抵挡，但紫光的麻痹效果让他们陷入困境。就在这时，本体宗主毒不死现身于空中，以惊人的速度躲避紫光，随后破坏魂导器，使其融化，释放出绿色液体攻击。明德堂主镜红尘及时出现，用赤红色光芒阻挡了攻击。双方强者的对决在基地内展开，魂力纵横，轰鸣声不断。霍雨浩心中充满疑惑，不解本体宗为何会冒险攻击明德堂，同时为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。在这场强者交锋的混乱中，霍雨浩意识到一旦暴露，自己将无处可逃，可能瞬间被撕成碎片。在绝望中，他尽力挖掘身下的坑洞，希望能找到一线生机。尽管外界的魂力风暴强大到足以撕碎精神力，霍雨浩还是坚持使用精神探测，直到反噬使他受伤，这才停止了探查。正当他陷入两难，不知如何是好时，他的精神力在地下探测到了一条新挖掘的通道。这条通道虽窄，但足以藏身，且有空气流通，为他提供了暂时的避难所。霍雨浩立刻挖掘，成功进入通道，逃离了危险区域。在甬道中，他迅速前行，试图远离战场中心。随着深入，外界的爆炸声逐渐减弱，霍雨浩稍稍松了口气。但他很快意识到，这条通道可能是本体宗的真正目的所在，他们可能在寻找明德堂珍贵的10万年魂兽胚胎。霍雨浩回想起穆老的教诲以及自己此行的目的，心中挣扎是否应该去探查。但最终他决定放弃这次冒险，因为生命更为宝贵，而且他已经拥有了强大的魂环。正当他决定通知明德堂主镜红尘时，突然间整个地下基地开始剧烈震动，霍雨浩之前所在的区域发生了坍塌，泥土和烟尘向他涌来。霍雨浩在甬道中急速前行，心中焦急万分。他意识到外面战斗的激烈程度已经引起了地下基地的坍塌，甬道周围的土石似乎随时都可能倾倒，将他活埋。面对这种生死存亡的局面，霍雨浩没有犹豫的机会，只能选择向甬道深处逃去。甬道尽头虽然危险，但是总比被活埋要好。霍雨浩心中虽然哭笑不得，但他知道唯有勇敢面对，才能求得一线生机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富贵险中求，继续深入探索。不久，甬道出现拐弯，这让霍雨浩感到更加怪异。甬道的挖掘者显然对明德堂的地形了如指掌，这让霍雨浩不禁怀疑明德堂内部的地形是如何被泄露的。在明德堂地下基地，战斗双方因为剧烈的轰鸣和大地的震荡而暂时停手。镜红尘意识到了本体宗的真正目的，怒吼着想要冲向明德堂内部，但被毒不死以恐怖的绿色风暴拦下。毒不死不惜耗费本源魂力，化身虚无，誓要将镜红尘置于死地。而霍雨浩在甬道尽头一闪而出，出现在明德堂内部的通道中。通道两旁的魂导灯光闪烁，显示出结构的不稳定。他通过模拟魂技，将自己变成了毒不死的模样，以更好地隐藏自己。在一间实验室内，霍雨浩发现了一个人形金属体，高度达到15米，全身由金属铸造，虽然简陋，但结构已经完成。他用精神探测扫描，发现金属人身上有数以千计的核心法阵，以及一股极为恐怖的能量。霍雨浩对这个金属人的庞大和精密程度震惊了，尝试用暗金孔爪在其小腿上划过，却只能留下白色痕迹。他意识到这个金属人可能是明德堂的最高研究成果，用于战争的最强武器。在无法带走这个金属人的情况下，霍雨浩考虑将其破坏，但发现其异常坚固。他的精神探测发现了一块巨大的星光蓝宝石，这种宝石蕴含着庞大的能量和空间力量，是制作空间类魂导器的最佳载体。霍雨浩握着星光蓝宝石，注入魂力，感受到魂力的迅速流逝。突然，星光蓝宝石与金属人头顶的蓝光相呼应，整个实验室被璀璨的蓝色光芒照亮。当光芒收敛时，霍雨浩惊讶地发现，那个巨大的金属人已经消失不见。霍雨浩在发现手中的星光蓝宝石实际上是一件储物魂导器后，心中既震撼又狂喜。他意识到，这个巨大的金属人虽然还是半成品，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功能，而且凝聚了无数核心法阵，这对他在魂导器研究上的帮助是巨大的。他相信，
如果能研究透彻这个金属人，自己在魂导器方面的造诣将大幅提升。他迅速将星光蓝宝石收入自己的储物魂导器中，然后立刻转身逃离。此时他已无心想及10万年魂兽胚胎，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危险之地。冲出甬道，霍雨浩深吸口气，心脏跳动频率飞速提升。外面的战斗似乎有所减弱，他考虑是否再次通过甬道逃离，甚至准备挖掘新的通道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名黑衣人以惊人的速度出现，霍雨浩被对方的气势所压制。对方是一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，拥有本体武魂，双臂化为大钳子的模样。霍雨浩利用模拟魂技，伪装成本体宗主毒不死，成功的让对方相信并恭敬的跪拜。霍雨浩趁机询问任务是否成功，对方兴奋地展示了封神台，里面封印着10万年魂兽胚胎。霍雨浩假装满意，准备离开，却发现自己的储物魂导器无法收纳封神台，意识到储物魂导器的等阶限制。正当他准备将封神台收入储物魂导器时，外面再次传来轰鸣。黑衣人意识到霍雨浩是冒牌的宗主，立刻发起攻击。霍雨浩紧急启动红尘庇佑的无敌护罩和冰皇护体，同时将封神台迎向对方的攻击。本体宗魂斗罗在最后一刻意识到霍雨浩的计划，试图收回攻击，但霍雨浩利用精神探测预判，用封神台砸向对方的拳头，导致封神台出现裂痕。在封神台破碎的瞬间，10万年魂兽胚胎的气流悄然钻出，霍雨浩迅速后退，而本体宗魂斗罗则试图抓住这股气流。整个甬道内的温度骤降，白色气流如同烟云般溢出，局势变得异常紧张。突如其来的极致寒流伴随着清冷而充满怒意的女声，霍雨浩和本体宗魂斗罗都被眼前的白茫茫所笼罩。在这股寒流中，霍雨浩的红尘庇佑无敌护罩凝滞并破碎，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寒冷，身体几乎被冻僵。在这危急时刻，霍雨浩体内的冰壁帝皇蝎躯干骨式放出清凉气流，抵御外界的寒意，保护他不被冻毙。但霍雨浩意识到，即便是他的极致之冰武魂，在外界的寒流面前也显得逊色。当霍雨浩重新睁开眼睛，他震惊地发现甬道内已经覆盖了厚达1尺的冰晶，而那本体宗魂斗罗已经变成了冰雕，封神台也掉落在地，被冻结。整个甬道陷入一片黑暗，只有霍雨浩凭借灵眸的视力才能看清周围。冰帝在霍雨浩脑海中透露出震惊，确认了那女生属于雪帝，极北3大天王之首，大陆10大凶兽中排名第3的存在。霍雨浩难以置信，不明白修为接近70万年的雪帝如何还能重修成人。在天梦冰蚕的提醒下，霍雨浩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尚未脱离险境。他迅速解决了被冻结的本体宗魂斗罗，捡起破损的封神台，收入储物魂导器中，然后继续在地道中前行。霍雨浩凭借精神探测找到了通往地面的路径，并通过钢板逃出了地道。他躲在实验桌下，观察着明德堂和本体宗的战斗。整个地下基地已是一片狼藉，损失惨重。镜红尘和毒不死都停止了彼此的战斗，转而对付那道在空中摇曳的白色身影雪帝。雪帝虽然力量大减，但仍在尝试冲出包围，而双方的强者则在旁观等待时机。霍雨浩通过观察发现雪帝的形态是一个2、3岁的小姑娘，她身上不断释放的白色冻气在毒不死和镜红尘的攻击下无法外泄。地面上许多冰雕见证了雪帝之前的力量。冰帝告诉霍雨浩，雪帝曾救过他，现在他决定帮助雪帝。霍雨浩虽然担忧，但冰帝保证有办法且不会危及霍雨浩。冰帝释放出自己的武魂，准备与雪帝沟通。毒不死感到郁闷，因为雪帝的出现完全打乱了本体宗的计划。他和镜红尘虽然暂时联手对付雪帝，但彼此都保持警惕，随时准备再次开战。